放弃，抓住每次机会，允许自己笨拙受伤掉眼泪。Believe in me， 值得去试，过程中才有甜美，拒绝没有开始行动的后悔。或许还有疼痛的滋味，不要停下来半途而废，一旦开始就在慢慢积累，用心体会其中滋味，只因为活着就能够体会到雪的热和爱的美，只因为梦着就能去追，只因为快乐就能拥抱着不计较了，只因为爱着就能感受到一颗心跳着，只因为活着就能够体会到雪的热和爱的美，只因为梦着就能去追，只因为快乐就能拥抱着不计较了，只因为爱着就能感受到一颗心跳着。30岁算什么呀？你真到了我这快42了，你才会发现真正的危机那是40。你多潇洒，为自己活，哪有什么危机啊？我那是因为没结婚，你不也一样？当时没结也挺好。我那帮40岁老同事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房贷、车贷、老人医疗费、孩子教育费，可怕了。我告诉你，爱情就是坟墓，婚姻就是火葬场，让人灰飞烟灭。现在想想看，即使当初在一起了又能怎么样？还不是满身污泥，四处财苦，依然是没钱没车没房，3年又3年，转眼一辈子就没了。那我偷偷的问你一句啊，这一次有把握吗？所有的失败啊，我觉得都是人的失败。这次你来帮我，我一定有把握。40岁，咱们再闯一次。还没忘了忽悠我呀？你来啊！你来，我们再冒一次险。好，我给你倒杯水啊。你们一天天的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呢？连产品的定位都搞不清楚吗？这款洗衣机主打的是洗护烘一体，一件白衬衫扔进洗衣机30分钟之后，不但洗干净了，一丝皱褶也没有。它的受众群体会是谁呢？你们别告诉我啊，是坐在家里看电视的大爷大妈。其实 Vicky 姐，除皱也是这项产品主打的特性之一，所以如果把它对应成人生，人生不是平坦的，就像褶皱一样，
我们把它放进去30分钟，干净了，拿出来也没有褶皱，是不是从这个切入点也可以？接着说。成年人的世界各有各的不易，但留给每个人的悲伤时间只有30分钟。小米，你就按照这个思路，再整理出一个方案。行了，你们继续讨论，我还要去下一个会。等一下，Vicky 姐，怎么了？其实这个不是我自己的创意，是之前那个于经理的创意。你还有脸说？你们连甲方自己写的东西都比不过，怎么去跟市场上的创意大神比稿？懒得说你。下班之前，每个人再整理出2个不同的思路给我。妈，怎么了？芬芬，你不忙啦？忙，你长话短说。还有，你别再叫我芬芬了。房子我们去看了，120平。你弟弟说，以后你回来再也不用住老房子了，因为有一间是专门留给你的。不用，我回来就住酒店。房子呢，让他们买2居室，90平以内。2居室、3居室，也就是差个10来万块钱。你买个包都好几万，那你就少买2个包嘛。我买包花的是我辛辛苦苦卖命赚的钱，他们要自己有钱买500平，我也管不着。还有钱我可以付，房本必须写我的名字。他是你亲弟弟，写你的名字，写他的名字，不是一样的吗？弟弟是亲弟弟，弟媳妇儿不是。我也不怎么相信，才跟他看对眼就让他买房子的女人，是不是真的能跟他踏踏实实过一辈子？你怎么就不能念你弟弟的好呢？我们养你，给你钱花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任劳任怨的。哎，怎么到了你帮助你弟弟的时候，就像全家人都欠了你一样？他1个月才3000块钱啊，你1个月多少？你1个月4、5万，你轻轻松松就能帮他一把的嘛。我刚从医院体检完，我浑身都是病，我哪儿轻松了？哎呦，现在的人，人家怎么说啊？亚健康，谁不是浑身有病啊？行了，不说了。房子2居室，90平以内，名字写我的，他们只有使用权。我还赶着开会，我不说了，挂了。张总，你在哪儿？大家都到齐了，就等你了。胡说！哪有什么时间让自己悲伤30分钟啊？30秒还差不多。萨瓦迪卡。谢谢。你去我们公司啊？你谁啊？
没看出来吗？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。啊？李阳，不认识吗？李阳，我们公司没这号人啊。李阳，就是没事喜欢穿着黑色风衣，戴着墨镜，拿着盆栽出门就砰砰。有病！你有用。你多大了？约等于30。那年纪也不小了，怎么还那么幼稚呢？哎，好好上班挣钱不行吗？学别人当什么行走的撩妹机器？到了我这个年纪，你就会知道钱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心动啊。我觉得这墨镜吧，遮挡了你的视线。姐姐，我今年39岁了，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，你就会明白，相比较起不切实际的爱情，钱更重要。哎，等等，你说你39了？不像啊。脸上的紧致都是钱雕出来的。刚做完题啦。哎呀，真没想到，像你这么大年纪的小姐姐还这么带劲儿呢。你说话注意点，离我也远一点，否则我告你性骚扰。啊，别，其实我是去41层。41层，新来的那家公司吧，繁星科技。副总裁负责市场，今天刚刚来上班，名片没带。我带了，我是光谱营销张青。我知道繁星科技最近刚融了资，应该还有一些市场上的推广预算没花完吧？找我啊！你说这楼上楼下开会也挺方便的，关键是你们现在需要一整套的营销方案，如果第一枪没有打响，不出6个月，必死。你才是那个没有感情的杀手啊！不是你在这瞎晃悠什么呢？虎尾兰，我跟你说，这玩意儿生命力才强，常年在阴暗的环境里，它都不会死。你这盆眼看着就要死了，所以我得给它找个好位置啊！一大爷踩着3轮车卖，天天晒太阳，你看，疯蔫了。那大爷是不是跟你说，小伙子，盆栽可便宜，买不买啊？5块钱。哇哦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但大爷没叫我小伙子，他叫的我帅哥。我就知道你送不了我贵人。说正经的，打算给我多少股份？别这么看着我呀！刚才电梯里碰一女的，太带劲了，我觉得我已经爱上她了。我一想，干脆来你这上班得了。她在32楼，近水楼台先得月呀。你还想公费谈恋爱呢？那股份少要点。4、 2、 5、 1、3，成交。哇，这么严肃的事情，让你们搞得像小孩子过家家。苏总，这男人呢，他到了40岁，也还都是个孩子。你这话说的，女人就活该当妈呀，谁不想当孩子啊？小2居40、50万，这样行不行啊？我和你爸爸呢，攒了8万块钱养老钱，你弟弟那里呢还有2万，我们加起来10万，剩下的你帮你弟弟出。不要写你的名字啦，你要是不放心，就写我的名字。李年欢，你这2天忙什么呢？也没个信儿。怎么了？怎么在医院啊？我没事儿，是徐元松住院了。哦，他怎么了？他在工厂摔了一跤，腿摔的有点问题，现在住院呢。我陪他。行吧，那你忙吧，你别太累了，头3个月要休息好的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你怎么样啊？我被房东赶出来了，
还没找到合适的房子，也没找到工作，现在住在快捷酒店里，每天吃着周围最便宜的外卖。我有一种想回老家的感觉了。啊，心疼死我了。不过现在学校都越来越好，你甘心回老家吗？挂了，再见。你好，41层白金科技，请先登记一下。去干什么也要写上。好。谢谢。我们是一家初创公司，所以加班可能会比较多，工作压力也不会小。我们徐总说了，这就是一场冒险，很有可能开到一半船翻了，所以我们一般都会把这个情况说在前面。没关系，我喜欢加班，我也喜欢挑战。之前一直在甲方，其实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挑战了。就你们这种互联网创业的公司，一个人都当几个人用，很利于我成长。那我方便问一下你，单身没孩子，受过情伤，不打算结婚。不是，我是想问一下你在上一个公司的薪资大概是多少？哦，186是私薪。我们这边目前可能给不了你那么高的薪资，市场经理的薪资大概是在8800左右。8800，这么低啊？不过我们徐总说了，如果新一轮的融资顺利的话，会给大家涨薪的。郝总，人事说有人来面试了，还挺合适的，问您要不要过去看看。一面你就让人事自己定就好了，不要麻烦郝总了。哎，不，我要去的，等我一下啊。好。一共就给我3个名，我可得精挑细选。我告诉他们了啊，不搞那些形式主义，什么1面2面都不要。我去看完定好了，明天就让他们入职干活。你们开会啊。这好人事可以啊。那可不，多少年好兄弟了。工资呢？我的权限就到这里了。过一会儿市场部负责人过来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于佳恩。好真实。于佳恩。郝总，你们认识啊？认识。没事，你先忙吧啊。坐。没想到这么多年没见，面试碰到了。是。你在这里上班啊？真是好久不见你了。哎，这几年咋样啊？我就这样呗，也不知道这是你的公司，不然我也不来了。不至于吧？咱俩什么仇什么怨呢？我去，于佳恩来面试，你给个提示呗，太尴尬了。哦，这其实也不是我的公司，我也是第一天来上班，所以没有看到你的简历，不知道是你。一直都在北京吗？这些年？是啊，那个时候成都待不下去的，全世界都知道学校不见了，看我笑话呢，丢人，只有回北京了。佳恩，楼下的咖啡特别好喝，我请你下楼喝咖啡，咱们楼下聊。现在？对啊，走，走，快。徐阳，这个面试要不要一起去看看？市场部门的人呢，你就交给郝琛师定夺就好了。一件事情不要太多人发表意见，声音多了不是什么好事。可他不是你表妹同学吗？来，你怎么那么紧张？有吗？很明显啊。喂，佳恩，我把你的简历呢推给我前公司，他们那儿工资给的比我们这儿高。看你现在也挺不容易的，咱还得多挣点钱，不是吗？对吧？现在不能考虑什么梦想了，我们这儿还拿梦想忽悠年轻人呢。你
是自己人，不能坑你啊。走，于佳。郝总，你面试就面试，你怎么还要把人带下去啊？跟你说，不许搞办公室恋情，你别撩自己人呢。不是你们怎么出来了？他不是许耀德那同学吗？我们想一起听一下呀。不用。好呀。丧偶？对，他死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习惯性念出来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没关系，我早就走出来了。我看你之前有创过业啊？对，负责什么？算是互联网创业吧，我负责市场的开拓和营销。不过我看你之前是学服装设计的，怎么跟现在专业跨度那么大呀？于小姐20几岁的时候，因为很坚定地相信某个人，以及那个人给你承诺了很多美好的未来，所以算了，年轻嘛，谁不碰到几个垃圾呢？我也没分出来它到底是可回收垃圾还是不可回收垃圾。不好笑吗？我觉得于小姐还挺幽默的。一般这个不可回收的垃圾啊，它的处理下场都是焚烧。你后悔吗？创业？后悔啊！为什么？是没能成功吗？曾经我以为创业是为了让我们拥有更美好的生活，但没想到它毁掉了我的美好生活。毁掉了你的美好生活，那他的呢？我可能问的有点多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之前是时尚杂志出身的，可能比较八卦。于小姐，我刚才呢也看了一下你的资料，之前你好像是在那种传统的家电企业，那跟我们这个确实差别比较大。所有的市场都是客户需求的总和，无论是电商还是实业，定义增长市场的底层逻辑，都是沉浸在客户的思维里去寻找扩展路径。我曾经创过业，也在大甲方做过市场经理，不同的业务模式需要的市场能力我都有过历练。尤其是当年我创业，因为没有钱，每一步执行都要我自己上手，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乙方给甲方挖的坑在哪里，水分在哪里。我认为这是我最匹配你们的优势。我觉得挺好的，徐阳，你觉得呢？徐总，您对我还有什么疑问吗？你刚才所说的市场这一块，并不能解决我们繁星具体的问题。这么短时间，难道你让人家拿方案吗？好，给我你们的需求。这是我们的营销广告脚本，你看一下。讲的是一对北漂的情侣，女孩因为工作要出席宴会，她动用了他们2个人的储蓄，买了一条非常昂贵的裙子。因为这件事情，2个人吵了起来，最后分手。在女孩要结婚的时候，男孩给她买了1整年的繁星会员。他对那个女孩说：“希望你不用再为没有体面的衣服而掉眼泪。”还挺狗血的哈。你觉得狗血？于小姐，那从你专业的角度，你觉得问题在哪儿？不懂女性，没有真正站在女性的立场。繁星打入的是她经济崛起下的市场，她是谁，
他到底在想什么。只有搞明白了这件事，才能打动他。我认为这个脚本的内核充满了男性思维的局限和自以为是。我想你大概是不明白，作为一个男人，看到自己的女朋友因为买不起一件漂亮衣服而痛哭时的那种愧疚。徐总，你大概也不懂你女朋友为什么要哭吧？故事，我说的是脚本里的故事。故事里的女孩，她哭，她吵架，她不是为了一条裙子，而是她付出了所有的努力，竟然还买不起那条她梦想中的裙子。她不是为了裙子而委屈，她是为了整个生活而委屈。如果是我来做，换个思路，主题是你的努力足够美好。繁星的优势是用更少的价钱去满足更高的需求。繁星应该传递的是，你的每一份看上去也许微小的努力，都值得橱窗里那一份遥不可及的美好，也足够美好。于小姐，你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入职？谢谢苏总的盛情邀约，但是我不接受这份 offer。什么？那我走了。于小姐，是因为工资吗？我们可以谈啊。我真的很欣赏你的专业度和你对女性经济的感知力，很希望跟你共事。和工资没关系。对繁星深入了解之后，我觉得繁星不适合我，是我自己的原因。我送送你。苏总，谢谢你的欣赏。我刚才提的方案，如果你喜欢，送你们了。谢谢。可回收垃圾，不可回收垃圾，需要你是什么垃圾？哎，说正经的，你们俩在一起工作，得天天吵架，所以他于家安无论出于什么情况都不可能来繁星，干嘛还要答应苏玉来面试呢？我们看不上他，和他证明自己的实力，但是却不愿意来，他肯定是选后者。这就是他于家恩的，他一定要赢。哎呀，行，这方案也算给我们。之前你写的那个吧，我就觉得有问题，但是一直没想明白。他今天算是提醒我了，这女人真正在想什么，和男人以为他们在想什么，天差地别。丧奴，哼！我说当我死了，他还真当我死。哎，那女孩不错啊，是不是太年轻了？没错，他陪我爱情长跑，到最后我都没能给他一个白头到老的承诺，是我不对。但是8年啊，在一起8年，人生能有几个8年？他至于这么咒我吗？他，算了算了，这年轻女孩都不懂事儿，还是30多岁女孩有魅力啊。他都30岁的人，怎么还能那么不懂事？你闭嘴吧你！你都奔40了，你懂事了吗？第一，人家说丧偶，你是人家欧巴吗？第二，于家安不适合来繁星，这话我来说就行了。你还给人发个短信，你怎么不飞鸽传书啊？你就不能跟人家说好久不见了，你最近过得好吗？一起吃个饭这类的话吗？不是我心里可能是想说你好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嘴上说出来的就是再见。什么你好再见？你不觉得吗？人本身就很复杂，有时候可能2个人都没有错，但非得吵个天翻地覆，一定要分个对错出来。震惊！是真的做不到放弃一切去争取，还是比起爱情更在意自己的尊严？还是真爱永远会败给贫穷的现实？答案到底是什么？答案是你疯了，大哥，你别闹了行吗？上班了。你们俩星座不合，一个火象，一个水象，水火不容啊！你们俩不结婚就对了，结婚就是地狱。于家人应该感谢你当初不娶之恩。1000万有1000万的做法，花钱谁不会啊？这别说1000万了，我刚做完一个3000万的全案，你知道带动了多少销售额吗？1个亿呀，王总。没问题啊，
我可以签带销售考核的合同。嗯，好，嗯。怎么个意思啊？这领导指示的明确点。你人脉广，你帮我推推他。他那么要强，别掺和了。所以我不掺和，我让你掺和嘛。行，我看着办。你们倒是稳稳的幸福了，我的幸福呢？进。玉婷姐，有位先生有约。有约吗？有啊。亮，杀手亮，砰！上班时间只谈工作，绝对是工作。他怎么样？用了吗？人挺好的，但是我们庙小，别耽误人家前程。庙小，那就是穷呗。这位小姐姐说话怎么这么直接呀？这位小哥哥，你怕是走错地方了。我们这儿的佛呢，牌面都不小，你付得起吗？别呀，我可是诚心诚意的。我之前还看了你们公司的 case 呢，确实不错，还捧红了几个女性的品牌。预算多少？预算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效果。咱得看长远了呀，把第一枪打响了，那以后我们融资进来了，给你们公司的就是年单啊，对吧？开会它也方便呢。哎，干嘛去？走啊！上哪儿啊？让我们客户总监和策划总监给你们评估一下。喂，我是张青。有事吗？哎，你房子找着了吗？没呢。你现在在哪？我过来接你。对了，你行李多不多啊？接我？接我去哪儿？我听说啊，你拿到了 N+3的裁员赔偿，钱应该还没有花完吧？哎，你能不能今天晚上就把房租给我转过来？能倒是能，但是你就别但是了，你发个定位给我，我来接你。我缺钱急用，你又着急租房，就这么简单嘛。好了。线上用户的问卷调查结果出来了，用户反馈最多的还是款式问题，觉得可以选择的款式不够多。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，我们的买手人手不够，以及不能大量囤货积压资金的原因，款式确实是太少了。还是模式有问题。什么模式啊？买手进货的模式得调整。我知道，明天去找你去啊。你是故意落我这儿的吧？客群款式少，客户流失快，新客户也不来，这是致命问题。不囤货、不积压资金的情况下，怎么可以让款式丰富起来？你呀，别来白娘子丢伞那个老套路了。你一会儿不用过来拿，我让部门的小朋友给你送上去。这蓝牙怎么还断了？你是？看来这32楼女高管对你没什么兴趣啊。这也太小看我了。我更看重的是他们公司的实力，才让他们负责咱们的营销业务，也算是牺牲我的美色为咱们公司打天下了。女人都是感性的，你必须先感动她，她才能给咱们公司打折呀，对吧？行，60万的预算，600万的效果，成不成呢？就看你的美色有几分了哈。
我好了。你一会儿呢，把房租直接打到我的手机微信上就行。开着好几十万的车，就缺我这每个月给你的5000房租应急啊！室友守则第1条，我不想说的你就别问。哦。哇，太厉害了！98秒，1分半还原魔方。我转这个魔方，至少有5000次了。这个魔方很有魔力的，每次他集中精力去思考的时候，他就会下意识转这个魔方。他压力越大呢，转出来速度就越快。那你有没有想到解决的思路啊？徐耀，你先别想了，我点外卖。哎，你们吃什么？麻辣烫。哎，麻辣烫太油了，我吃不下。我喝粥吧。徐耀，你呢？不是，你们刚才说什么？我喝粥啊。对呀。外卖 APP， 在一个外卖的 APP 上面，我们可以吃到粥、火锅、炒菜，实现口味的全部覆盖。那么，如果我们设想一下，由平台自己来做菜，能满足这么多人的口味需求吗？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就等于是在自己做菜，人力财力都有限，菜就那么几个，所以我们需要去改变，由以前的买手去进货，变成现在供应商供货，买手只负责挑款，把供应商的货引到我们的平台上，再用分账的模式来付款，这样也解决了货品积压和成本开支大的问题。虽然以我们现在情况来说，让供货商货品前置是有困难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好。所以你联系一下那些卖手，让他们回趟公司啊，跟市场部门的人碰一下，选几个品牌作为我们的第一梯队供货商品牌 list。郝真实，你去负责一下，跟他们怎么谈。你是不是也在想，哇，我居然也能住在看得到北京 CBD 区域的房子里了？我来看这个房子的时候啊，工资不到2万，这儿的房租要1万，我花了近1半的工资租下了这里，是因为我相信，住在能看得到4环的房子里已经是一种成功。5000块钱的房租对我来说还是挺贵的。可我想了很久，刚毕业在通州租房，每天花5个小时上下班，30岁了还在通州看房子，这8年简直白活了。这人啊，不是说你长了年纪就会长本事、长财富。因为你变得更老了，所以一切就会变得更好，不是这样的。你看，像我，到了快40岁的关口，还得过着跟人合租的生活，丢人呢。我刚毕业那会儿，我和3个女孩租了个开间，每人1张单人床，各占1面墙。我们把团购拍的黑白写真挂到墙上。就挂到了自己床头的正上方。有一天，我男朋友来看我，他说他情不自禁的就想要对照片上的4位一一鞠躬。谁让你们拍黑白写真的？哎，我刚毕业那会儿，我还住过地下室呢。后来好不容易就搬到地面上跟人合租了，那房东呢把3居室给隔开，居然住得下8个人，男的女的都有，上厕所都得摇号。有一次呢，我发烧住院，好几天没回来。回来之后，我那些个室友没有一个人问我这些天去哪儿了。我当时真的觉得，我就算是死在北京了，也没有人知道。22岁住通州，27岁住双桥，30岁托你的福住到这儿来了。张静姐，谢谢你。今天晚上我站在这里，我突然觉得我的人生还是有希望的。
只要不放弃努力，一定会前进的。像我这种小城市出来的普通女孩啊，靠着读书来到了闪闪发光的北京，普通话说得越来越标准，衣服的品味越来越好。有时候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呢，难免就会有一种成功了的幻觉，但其实啊，某一个时刻轻易的就能把我打回原形。什么时刻？比如说，为了省房租，我居然让一个在提案会上把我怼得颜面全无的人，成为了我的室友。我跟你开玩笑的，我得睡了，明天一早还得开会呢。真羡慕啊，还有会可以开。李佳恩，我们部门有空缺，你要是有意向的话，明天来面个试吧。谢谢你啊。